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很多啊，一个是美国联手台湾、日本、澳洲、韩国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啊，这第二个是比特币暴跌再反弹，那么50多万散户爆仓来回割啊。那么第三个是北京启动两会安保10万人巡逻啊。那么今天新闻很多，还有2个新闻我就没有写在标题里啊。那么我们先讲，所以我们每个新闻都要控制时间啊。日本经济新闻24日报道啊，美国拜登总统最快在本月底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啊，与台湾、日本、韩国、澳洲盟友合作啊，构建一个关键性的供应链采购体制啊，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啊。那么根据报道，拜登总统将签署要求制定供应链的国家战略的行政命令啊。那么草案显示啊，除了半导体以外，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稀土和医疗产品啊。那么以这几个关键产品为中心，开始拟定供应链的强化措施啊。那么他们拿到了这个行政命令啊。那么在半导体领域，美国认为美国将和台湾、日本、韩国展开合作。那么在稀土领域将主要是跟这个澳洲合作啊。那么去年的5月份啊，英国首相约翰逊曾经提议什么呢？建立一个民主10国联盟的构想啊。那么为5G 设备和其他的这个技术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啊，避免对中国公司的依赖。那么这个5G 这个10国联盟是以7国集团，就是英美法德日意加为基础，再加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啊。那么这是10国集团。那么拜登政府去中国化的这个供应链呢，我们评价一下。第一个，这是应对安全威胁的一个重要手段啊，也非常值得肯定啊。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威胁的话，那么他把这些关键领域的供应链集中起来，进行它的安全化、去中国化的这个部署啊，是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第二，如果美国要在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行动，他首先要干什么？他首先要把自己的门户看紧，你否则的话，杀敌800，自损3000，那怎么行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关键领域的供应链会起到一个什么情况？会起到一个点穴的这个效果，所以在关键的供应链上面进行一个安全化、去中国化的这个措施很有必要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是个供应链同盟或者供应链联盟，也就是供应链北约啊。那么进可攻退可守，什么意思呢？那当他建立一个这样的联盟之后，退可守，首先它是个防守型的，它跟这些国家进行合作啊，确保美国在这些关键领域啊，那么它的供应链不会受到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或者是其他科技战的影响。这是守啊，这是守。攻是什么呢？攻它就扩大这个供应链北约的范围。扩大什么范围？第一个，国家范围，它可以把这个相同的这个价值观的国家纳入到这个供应链里面来，去扩大这个范围，这是一个，就是国家范围。第二个，它可以扩展供应链的范围，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个行政命令里面讲的是，比如说5个领域啊，那么它可以扩大，把5个领域变成10个领域啊，这可以扩大啊。所以
一个是外延，一个是内涵，都可以扩大。当它扩大的时候，那就在进攻了。因为什么？当你把这供应链变成一个闭环的时候，那它就是进攻了。所以这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这是第三、第四。那么这个行动呢，反映了什么？这个行动其实就反映了我们前几期做的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战略，小院高墙战略，就是说，他针对中国的这个制定的措施呢，把它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范围，就是关键的供应链，这些关键领域通常是什么？涉及到国家安全啊，涉及到国家安全，他就把它划到这个小院里面来。那么既然进了这个小院，那么墙就会修得比较高啊，就是确保不出问题，这就叫小院高墙战略啊。那么就是关键领域，然后是一个是关键领域，一个是关键的供应链啊，都是事关国家安全，把关键的供应链啊，就是明确出来，就是小院，然后建立高墙啊，去中国化，防止被对方点穴啊。那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啊，23号也要求国会为近期国防政策法案啊增添一个紧急资金1000亿啊，授权政府对半导体行业实施奖励措施，促进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啊。那么舒默说，半导体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罩门关键点，美国必须尽快改变现状，不能依靠外国的业者。期望法案能够强化美国半导体的供应链，使美国在 AI、5G 等领域保持竞争力。那么去年2020年，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大厂台积电赴美设厂啊。那么投资内容，根据这个投资内容，台积电在美国的设这个厂是5纳米的这个制成的12寸晶圆厂啊。那么台积电的美国厂今年开始动工，2024年投产。那么月产预计是2万片这个晶圆。台积电在美国生产的这个芯片，大部分是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需要啊，其中包括 F-35很重要的还包括很多什么导弹啊，其实军工企业用很多的芯片啊。那么美国去年秋季开始呼吁台湾、日本、澳大利亚拥有技术和资源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合作，构建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美国和台湾在去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这个高层会谈，那么就半导体和 5G 等7项技术合作签署了备忘录在尽快构建新的供应链上达成一致。日本也跟上这个步伐，那么去年开始在经济产业省的主导下，和美国一样跑到台积电去招商啊。如果招商成功的话，那么也希望形成更稳固的供应链，日本就也更容易确保它的尖端半导体啊。所以日本已经准备好了2000亿日元的预算啊，接纳这个台积电去日本开厂啊。这是那么美国提出的新供应链的构想，日本政府也表示他会积极的跟美国配合啊，查明半导体和稀土等对国家依赖度有多大啊，那么然后制定策略啊。那么是这样啊，那么澳大利亚的大型稀土企业Lynas 将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资助下，在德州建工厂，建什么工厂？建稀土加工厂啊。那么澳洲还有一家公司叫 Everfra 这个 Resources 会出口
出口他们在这个澳洲生产的这个叫女普稀土那么出口给美国的稀土公司，在科罗拉多州的处理厂生产这个稀土氧化物产品，大概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动手进行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这个政策操作这个政策非常正确，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这件事情应该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比特币比特币上涨一轮最高涨到了58,335，这是最高点然后到了22号、23号暴跌2天暴跌2天。那么在这个2天暴跌的期间，又开始反弹这一反弹，然后又开始下跌，这个来回收割了多少？50万散户爆仓50万散户，就是23号19点，就是23号19点往上的24小时，累计有37万比特币的账户爆仓爆仓的金额有27亿美元很多钱，这真的是很多钱，血流成河。然后24号的19点往上24小时12.5万人爆仓那么这个涉及金额是9亿1200万，这一趟下来52万人爆仓，总共有52万人爆仓，那么超过36亿美元蒸发掉。那么比特币我刚才看的是最新的报价是49,493涨了565那么涨 1.16%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当比特币跌破5万的时候，大批这个抄底的资金蜂拥而来那么比特币就原来一口气跌了 15%， 一口气再又反弹到 5.78%。那么这一趟反弹呢，就把把这个趁机做空的投资者又收割了一把那真是多空都是泪那幅度很大所以这是加密货币交易的一个特征，波动非常的大。如果你是加了杠杆，就很多人为什么爆仓，只要超过 25% 就爆仓，因为加杠杆。当你加了5倍杠杆的时候，那只要跌破 20%那你就爆仓了那么为什么会下跌呢？下跌的原因主要是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在谈到比特币的时候，他说了一番话。他说这个比特币经常被用于非法融资应用效率比较低波动性非常大有很高的这个投机性投资者可能会遭受潜在的损失大家要小心这一点。他讲了一堆还什么数字货币可能导致更快更低成本的支付，但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包括消费者保护，包括洗钱那么应该是这番言论对比特币有一个影响这有一个影响这个市场情绪。但是真正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影响最大的是实在是涨得太快了。当一种投资比它涨得太快的时候，那就有风险。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当我手上的我买进去，它有 50% 的回报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一不小心我就了结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它快速的上涨，对它的价格就非常的敏感，发现有问题，马上就出货马上就退出那么所以很多这个就是有一段获利盘马上就涌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晚的主要抛售的投资者主要是来自华尔街的基金，对冲基金。对冲基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原因是美债收益率走高，美债收益率走高呢，他们就选择逢高出货啊。为什么？这就是比特币的追捧者和这个对冲基金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啊，思路不一样在哪里啊？当美债的这个收益率走高的时候呢，这个华尔街的投资者按照传统智慧，觉得收益率上升的话，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因为通胀可能来。那么美联储一加息呢，那投资市场肯定会有受影响，特别是像比特币这种涨了这么长时间，那肯定会受影响，因为你资金你这个收紧银根嘛，收紧银根，那你通货膨胀来了，那就要收紧银根的资本市场肯定受影响。它的逻辑是个这样的传统投资者的逻辑。可是呢，比特币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比特币的市场的逻辑就是比特币稀缺资源，跟黄金很像啊，我不能大量供应的，不能大量供应意味着什么？当你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理论上比特币应该更保值，这是比特币追捧者的逻辑，这两个逻辑不一样，所以没有人想到这个收益率，美国债市的收益率上升会导致这个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出货，结果血流成河，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啊，这样的逻辑。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么比特币还有一个就是比特币设计发行，比特币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它的上限就是它总共就是100万枚啊。那么随着比特币数量的增加，挖矿机也卖断货啊。比特大陆是一家公司啊，它专门做什么？做矿机，挖矿的矿机。它旗下的蚂蚁矿机所有的型号都卖完了。新产品上架没有时间表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说这个，除非你比这个马斯克更有钱，否则的话你要小心一点。当然讲投资比特币了啊。所以比特币，我还是那句话，比特币涨得很凶的时候都是很敏感，一不小心它就稀里哗啦掉下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小心。那么，反正过去6个月，比特币涨了350%啊，今年涨了80%。那么仅仅是2月份，比特币就由33000涨到56000啊，最高涨到58000，然后在22号突破58000，然后就开始暴跌啊。那么比特币市值是上周五是突破1万亿美元啊。那么这是一个里程碑啊。那么其他的加密货币，比如说以太坊啊、莱特币啊、瑞波币啊，等等都有很大的涨幅。其实以太坊近期的涨幅比比特币还要高啊。所以在这个加密货币的领域，现在是很受关注。大家记住，一个投资市场被所有人都关注的时候，被我关注的时候啊，连我都关注了，那说明这个市场的关注度非常高。当这个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时候，可能它就见顶啊，有这种可能。我举一个例子我印象中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讲过这个特斯拉啊，应该是今年年初吧，1月份的时候，特斯拉爆出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表，去年卖的这个车超出所有人的预期，所以当时的特斯拉的股价噌就上去了。我当时的判断是什么？我当时的判断可能这就是特斯拉的顶。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这些传统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大厂，德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些传统的大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还在观望，或者是在小注怡情啊，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特斯拉呢，在这些大厂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拥抱电动车啊，所以它累积了它一些竞争优势，在这些大厂还没有拿出靠谱的产品的时候，它就在市场，它就已经开始开疆拓土，所以它会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还有很高的毛利率，特斯拉的毛利率非常的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2035年，欧洲已经决定，2035年之后，欧洲不再出一辆传统燃油汽车啊。那么，美国的制造商也开始宣布，也是2035年是不会再出传统的。其实，全世界的汽车制造商都在干什么？拥抱电动车，然后他们的这些大厂。宝马这些大厂，这些电动车都已经出来，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特斯拉的顶啊！特斯拉的顶就在这里啊！特斯拉的顶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说这些传统的汽车大厂，它可以马上对特斯拉造成市场定位造成非常严峻的考验，不一定，他们还需要做一些时间。特斯拉在市场上的地位仍然会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有两件事情特斯拉会要面对的。第一个，电动车的价格将会拾级而下。为什么？竞争。当竞争一发生的时候，特斯拉的车价就要下降。你想一下，以它现在的售价，特斯拉有很高的毛利率，但是当其他的大厂的电动车一出来的时候，它的毛利率必须下降。当它毛利率下降的时候，你想一下，它的 PE 是什么情况？所以它的股价会出现一个压力，这是我今年1月份说的啊。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应该是逐渐的会再次发生。比特币也是这样的情况，当大家都在关注它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比特币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比特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98%的这个比特币集中在非常少的一群人手里，那你想想他们会干什么啊？理解了吗？啊，这是第二。第三，北京两会，下周开两会了啊。下周是3月5号、3月4号，3月4号是政协开幕，3月5号是人大开幕。那么北京就启动了这个安保措施，动员几十万人。不是10万人，因为我题目我就没写的那么夸张，动员几十万人值班巡逻啊，那么确保会议期间不发生重大事故。基本上每年，我印象中基本上我当记者的时候，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出点事儿，一不小心搞个爆炸啊，搞个人自焚啊什么的啊，每年都会有啊。今年的情况很特殊，今年情况一个是疫情。一个是建党100周年，然后再碰上两会啊，那么北京如临大敌，那么安检层层加码，什么概念啊？从2月25号啊，2月25号就是明天啊，就是北京现在的今天啊，然后25号到两会闭幕啊，两会闭幕时间不确定啊，这就是中国的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原因啊！你一个会期你都不确定这个东西，到两会闭幕啊，第二天为止就闭幕，第二天为止，那么进京的邮件快递全面2次安检啊，全面2次安检，然后两会用车37道安检，你说神经病吗？啊，检查内容包括车辆资质、外观、安全性等等，这第二。第三，为两会服务的驾驶员，就司机这个本来就是多年，北京就是有一批这样的人，都是两会上会的人啊。那么层层筛选按政审还有政审，这个时代还有政审，然后还进行这些司机在两会之前疫苗接种防恐防爆、疫情防控等培训啊，这是司机啊。然后就是今年两会不邀请境外记者啊，就境外记者进京采访，而且只邀请部分在北京的中外记者，就是控制人数啊，
就是说不是说所有驻京记者都可以去，不是的啊，他只邀请部分。邀请部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要筛选，然后呢，而且尽量的不现场采访，网络视讯书面方式进行采访。那这是我见到过的最不开放的两会啊，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不是走向改革开放啊，中国正在往回走啊，又开又快这个车。那么两会前北京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还设立防线，不准外省人进入北京，特别拦截什么呢？拦截访民。什么叫访民？访民就是上访的民众，他们被叫访民啊，访民。那么就开始在层层拦截这个上访民，这是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啊！中国自己又设立一个这个信访办啊，各个省、各个市都有信访办，包括北京国务院有个信访办啊，信访办接受来信来访，访民是什么意思？访就是去，来访干嘛呢？来信来访呢，实际上就是反映情况，找青天大老爷啊，有冤情啊。他既然有一个国务院信访办，但是你去看起来国务院信访办，我现在不知道在什么，以前原来在北京市公安局旁边啊，那里三层外三层，你看得过去黑压压一大片，上千人排队干什么？反映他的问题啊。中国叫依法治国，这件事情首先，中国假如它的法律体系有效的话，理论上不会有信访办，你根本不需要信访办，因为在法律系统上把这个所有的冤情就应该解决掉。那既然你有信访办，说明什么？说明这法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社会的这个底线的问题，那么才会有这么多人跑到北京去告状，这类似什么拦轿告状。可是，一到大事的时候，就不让他们来。各地原来这个什么，原来胡锦涛发明一样东西叫一票否决。什么东西都一票否决啊？因为什么一票否决？因为胡锦涛对地方官员控制不住，他拿不住他们，他就一票否决。一票否决什么意思？就中组部这个一票否决，就这个人这个官员他这出了这个事情，比如说计划生育工作出问题了啊，一票否决，这个省长以后别升官了，就是这个一票否决。你比如说胡锦涛那个时代搞了个什么矿难不能超过18个人，只要超过18个人，就一票否决。很多啊，比如说你们这个省要是有人上访，一票否决。所以那个时候胡锦涛时代就出现了什么？驻京办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拦截这些访民。你又说依法治国，然后你又设立一个信访办，然后设立了信访办，又让各个省的人，各个省都在围追堵截这些访民。你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荒唐、荒谬、可笑、可耻的事情吗？他把所有东西全放在一块儿了。这件事情又开始发生就是拦截访民，还有一个什么？把这些有政治意见者的这些人送离北京啊，旅游去啊，就不能在北京待着啊，就是在北京怕惹事儿啊，就直接就送走，旅游去了啊，就现在就干这样的事情，就开始上访啊，就大概是这样啊。北京每年到这个时候一有大事儿啊，就搞这些事情，搞这些名堂。这是两会啊，两会呢一开这种两会呢，北京的这个气氛就非常的紧张啊，生怕出问题、出状况。所以中国还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那你看美国华盛顿每天这个除了议会休会都在开会，你看华盛顿有没有紧张？没有紧张的回事。为什么？这个国家是谁的啊？核心的问题还是国家性质的问题。
那么第四个，今年中国的航天发射非常受关注啊。那么今天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发布了《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0》，公布了今年的发射计划，这宇航发射计划。2021年，中国全年航天发射次数，达到40次啊，达到突破40次啊。那么，达到40次啊。然后就什么天问1号、天问1号等等啊。那么去年全球114次发射啊，航天发射，发射航天器是1277个，创历史新高。那么去年中国是发射了航天发射39次，那么发射了89个航天器啊，那么都发射的次数和发射的质量居世界第2位啊。然后根据这个蓝皮书，今年中国的发射计划，全年航天发射40次，然后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进入验证和建造阶段啊，就是中国要准备搞一个这个空间站啊，载人空间站啊，这是第2个。第3个，天问1号已经到了火星啊，在火星现在围着火星转，然后准备着陆啊，然后准备这个在火星上行走啊，绕着巡探测啊，这是天问1号。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业务卫星发射，他没说是什么。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大概是。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中国的航天发射啊？那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建立一个太空军啊，美国太空军已经成军了啊。那么美国已经在太空开始开发太空领域的一个战场，美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回应啊，值得关注，这是一个方面啊。第2个方面是什么？就是去年中国航天发射3次失败啊，3次失败是近年来少见的这个发射的失败率啊。那么3月16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这个长征7号，然后就异常发射失败啊，这是3月。然后4月又在西昌长征3号，还是长征3号啊。那么发射印尼的卫星啊，失败啊。那么到了7月份，7月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啊，也是失败啊，2颗卫星同时损失啊。那么去年总共3次发射失败啊。那么其中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是长征3号乙它会失败，令人意外，因为这是一个中国技术非常成熟，而且发射成功率非常高的一种火箭，但是它仍然是失败啊，所以很奇怪，外界非常的关注。快舟11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新的一个火箭，它是个相对低成本的火箭，也第1次发射就失败啊。所以呢，去年中国连续3次火箭发射失败，那么有专家认为呢，这跟这个中美关系恶化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中国在火箭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依赖美国的芯片啊。那么中美贸易战一爆发，美国限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特别是跟军事有关的这些产品都限制啊。这一限制呢，就影响了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其中包括什么火箭啊，快舟21跟这个东风21非常像，基本上长得一样啊。所以呢，导致什么？中国火箭发射的失败率上得很快啊，这是台湾的一些专家提出来的观点。但我从内部传出来的消息是这样啊，
从2016年开始，其实不是现在已经出问题，从2016年开始，中国火箭失败率就开始上升，上升。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体制有关系啊。那么军工企业僵化，体制僵化，然后效率非常的低，然后还非常的腐败，因为它是个准军事组织。大家记住，准军事组织通常比军事组织最是腐败。如果是专制政权的话，就说你说中国最腐败的地方在哪里？在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腐败到什么地步啊？中国军队腐败到一层一层要给钱从班长到排长到连长，你要升提干，从提干开始要送钱，一直送上去这是腐败的这个地步。还有个腐败的，只要你当班长，你就再也不用洗衣服了，有人专门帮你干。到了什么地步？你刷牙的牙膏你都不用挤，都是有人挤好了让你来刷牙。就基本上你看中国的官员已经，通常你当官时间一长，你就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了，连伞都举不动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所以非常腐败，就是中国的军队是非常腐败所以你说这样腐败的军队能打仗真见了鬼了。你去看一下美军的那些将军体能测试，你就知道这个两个军队没办法比那准军事组织会不会腐败？也很腐败所以这个当一个准军事组织，一个是腐败，一个是体制僵化，一个是效率非常低。那么这样就导致什么现象呢？导致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然后这就是为什么火箭发射失败的原因，跟这些是有关系的这是中国的航空发射的情况然后今天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这个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25号在北京举行那么习近平要发表讲话，然后要这个奖励这个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人获得者，包括先进个人，包括先进集体就是还是共产党的套路就是表彰先进轻工业又开轻工业大概就是这样。今天的新闻比较多，所以我都不大敢展开的讲好吧，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这些我就不总结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另外一点，我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直播节目，平台给我们，它就一直是处于一个视频处理的状态。大家知道，当我们在上面的这个视频一处理呢，我们就没办法去更改它无法保存。结果呢，今天上午的这个直播呢，平台就投放了密集的广告，非常可怕，1-2分钟就有个广告。我想把它去掉都去不了，动不了。为什么？它到现在，今天上午我们10点钟，10点到11点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快9点了，这个视频仍然在处理当中，我们没办法把那广告给它处理掉所以呢，那个视频的广告非常的可怕。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没有办法，我已经给平台发了3次通知希望他们尽快的处理，但是仍然没有反应情况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一声明谢刘德华刘德华也来了嘛王老师马甲很帅气我为什么穿马甲？因为我到这个点就是通常讲完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出汗，就有点热所以我今天穿马甲试试，看看会不会好点，但是还是很热
明谢米卡卡，谢谢。帮中国高中生 GGB GHU 是什么GHU 怎么拼同学表示支持王健先生，谢谢。TT 谢谢，老罗王谢谢。期望您的节目可以接受比特币打赏OK 好吧，谢谢。Mike 猪谢谢 ，Helen 吴谢谢。好久没来直播了，但始终在关注，在学习，在点赞，谢谢。还是要来直播直播不用看广告，而且能够互动提问：美国会重返 TPP 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吗？现在 TPP 已经叫 CPTPP 我相信会，因为没理由美国不重返，因为在这个领域，美国是个真空，对美国来说是个真空，所以重返CPTPP 对美国来说很关键、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不是是不是重返的问题，而是美国以什么样的方式重返，或者是他重返的目标是什么？这跟什么有关？这跟重返的进程有关系。如果美国说我回来之后，我原来提出来的25个条件，25个要求，马上全部恢复大家都要按照这个要求来做，那可能他重返的进程会更慢因为他需要跟日本这几个国家谈判。那如果美国说我先进去再说，然后再去影响大家，那可能进程就非常快情况，过去苹果供应链被台商垄断，但最近几年在陆台商撤出中国时，会把厂房卖给陆资，比如立讯、蓝思。原因是苹果为了避开关税，要把中国与海外供应链分开，中国只供应中国市场，海外由台商负责供应海外市场，所以未来极有可能 iPhone 有中国版本跟海外版本。此项政策也将导致中国供应链萎缩，因为原本海外与国内市场全部都是由中国国内市场负责，有可能。你看一下富士康就知道了，富士康盖多少个厂，跑到印度去盖去印度盖厂，去越南盖厂所以你可以看富士康就是红海了他开始卖国内，关国内的厂，在其他地方开厂当然他这个动作其实是回应这个苹果的要求观点与提问：长期以来 ，CCP 破坏其他国家结盟的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给各种经济利益和糖果吃，各个击破。想建立独立不受老共影响的产业链是正确的，但以老共长期习惯分化的策略，王老师认为成功率有多大？成功率100%为什么？你想一下，成功率一定是100%。美国是甲方甲方要建立这个联盟，乙方们有意见吗？一定没有意见你说是不是？供应链是什么？供应链就是我买东西，我付钱买东西，就是供应厂商你要供应厂商，那你到我这里来开厂子，你把这供应链搬到我这里来，我才买你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不跟你买，我跟他买，你说你来不来？一定会来的，所以成功率100%。中共有什么办法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何况他的对面是美国，美国的影响力更大。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国家都指着美国呢，韩国能不听吗？韩国被美国驻军保护着，日本被美国驻军保护的，台湾还指着美国驻军去保护呢，澳大利亚就更不说了。所以这些国家，你说他们会不听美国，去听中共的？这怎么可能情况，我10年前在北京西直门上班，两会期间在代表车队路过时，写字楼的窗户都要关闭，要求关闭，我就奇了怪了，人民代表到底怕什么？那岂止是，那我印象中
两会期间所有临长安街的窗户全部都不能开，我印象中是这样。你这还好，是车队路过的时候啊。观点：一个政权禁止言论自由，它有3个理由：一，过去做了坏事，不要提起；二，正在干坏事，不要批评；三，准备干坏事，不要揭露。不准言论自由与干坏事一定有关啊！我这里还有一个，我今天在这个推特上看到一段这个话，我得分享给大家，非常重要啊。哪里啊？这段话，无论是左派，这是我在推特上看的，我把这个先后次序调了个个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打的什么旗帜，只要他做3件事情，就是独裁专制。他做哪3件事情？第一，刻意制造分裂这个分裂社会、撕裂族群、挑起冲突、煽动民众斗民众那么制造分裂就是制造混乱便于乱中谋事，火中取栗此举通常会成为夺权运动的发动机和加油站。当年希特勒和纳粹党就是借着分裂上台的。你去看一下哪个领导人、哪个政治人物在干这种事情，他就是想搞专制独裁这是第一个他做第一件事情。第二个，鼓吹爱国主义将政敌称为卖国者人民的敌人将有利于自己的非法暴力活动把自己的非法暴力行动粉饰为爱国行动鼓吹所谓的爱国主义，可以凝聚一部分民众的力量，甚至绑架民众，为集权打下理论基础。这是夺取、保卫、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这是第二个，鼓吹爱国主义。谁在鼓吹爱国主义，他就是在搞专制独裁。这第二点。第三点，宣扬个人崇拜那么比如天赐领袖、英明伟大至尊无上、舍我其谁那么这种宣扬个人崇拜乃是愚民政策迷云策略，是走向独裁的必由之路。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搞个人崇拜，虽然历史不断的演变，但是每次都是如此。这三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他身上发生了这3件，张嘴闭嘴爱国搞这个个人崇拜然后刻意的制造分裂，他就是个他就在经营一个独裁事业分享给大家儿子问我什么叫阶级固化，我摊开五指动了一下小指，和儿子说这就是底层，动一动无名指，这就是基层，中指中层，食指高层，拇指顶层，手掌就好比是社会和国家。手掌撑开的前提下小指最多只能接触到无名指，小指和食指可能间接接触，但是和拇指永远碰不到。儿子摊开手掌尝试了一下，疑惑地说，那怎么才能让所有的手指都碰到呢？我说，握紧拳头，别无他法。很有意思很棒这是个很有想法的说法观点，王老师只谈了特斯拉硬件的情况，因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起步早，等其他车硬件追上的时候，特斯拉的大数据在自动驾驶上已经成熟完善，远远抛开其他车厂。这是为什么？特斯拉车价降了，但是自动驾驶的选项反而提价，未来它的潜在空间很可能自动驾驶，传统车厂在这一块很难有竞争优势。对，特斯拉是有竞争优势，但是它有短板。传统车厂也有竞争优势，传统车厂对驾驶、对驾驶者、对驾驶习惯、对消费者比特斯拉更了解，而且传统车厂
造车能力比特斯拉强。你看特斯拉做的那个车，那这个空隙得恨不得一掌宽啊，它的做车很粗糙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斯拉有优势啊。特斯拉要什么连这个优势都没有，你还混什么？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你说特斯拉是有优势的。特斯拉如果没有优势，它怎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呢？对吧？情况0.04百分点，0.04%的账户地址拥有62.5%的比特币，0.4%的账户拥有85%的比特币，这就是集中在一个非常少的人群手里啊，这很重要，这是比特币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当你在投资比特币的时候，你时刻要记住0.41%的账户拥有85.59%的比特币，你记住这一点，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这一点会让比特币市场的特征非常的清晰啊！什么意思？你想一涨上去，这些人还不出点货吗？你说说是不是？情绪家提问：通过油管的推荐，偶尔点开王老师的频道，在一个更宏大的角度看到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看到关于历史现实的真相以及深入的剖析，一下子心里有些难受伤心。我在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积累的还是比较少，不知道是不是政治从本质上不可避免，多多少少都是如此。另外，请问王老师最近有看觉醒时代吗？感觉除了主旋律的角度外，基本上思想觉醒的理念还是有意义的，比如狂人日记用当下的很多社会事件还是适用的。觉醒时代我没看啊，没有看，这第一个。第二个，政治上的本质多多少有点难过。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和我们预期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总是会很意外啊。那么我们要去对新的事物进行认知，然后去接受新的事物，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必须首先否定你自己，你必须把我原来的东西否定掉，我才能接受新的理论、新的看法、新的事实。当你去否定你原来的自己的时候，就是用现在的我打倒以前的我，那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甚至是很冲击非常大的，甚至有些人会很伤心，这个我可以理解啊，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是你，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当你要更新自己的时候，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就你看一下蛇蜕皮多痛啊，是不是？所以这是正常态，所有人都得经历过一个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在看《狂人日记》嘛，看点别的吧，过去100年中国生产的知识中国生产的这种精神产品非常的少，你看看西方的吧，西方更多一点过去100年。观点感觉刚刚王老师念的那3条，川普总统也符合，他制造了分裂，提出了美国优先，也不断的讲没有人比我更懂。我也说过，比中共我说的是中共你们自己去分析吧。我只是在网上看见了有人提出这3条，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分享给大家。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互动就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我们再来那么我希望我们这个视频不要再出现状况因为上个视频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